要命不要脸，西方在保命这件事上真是专业啊！西方人夺路而逃，只留下了一个坑字，撇下国民，坑了盟友，无辜的苏丹人都被你们害惨了。大家好，我是吕哲。苏丹内乱爆发，要说反应最快的还真不是中国啊！在中国军舰前往苏丹撤侨之前，在苏丹的西方外交官早就夺路而逃了。而西方外交官撤离苏丹的时候啊，也体现了什么叫做要命不要脸，证明了在保命这件事上，西方人真是专业。美国看到苏丹安全形势恶化之后，第一时间派去了飞机接走了在苏丹的外交官，又在接走外交官的第一时间宣布不会再往苏丹派飞机撤侨。美国给出来的说法就是组织撤侨太危险了，风险太大，并且还劝滞留在苏丹的数万名美国人自求多福，在枪林弹雨中，你们自己想想办法。然后英国做得更绝，把抢时间这3个字拿捏得死死的。英国为了抢时间，避免外交官和家属擦破一点皮都没经过苏丹的许可，就直接把飞机降在了苏丹机场。如果说美国的跑路仅仅是冷血抛弃自己国民的话，对不断有美国人在冲突中失去性命而无动于衷的话，那么英国的这一举动则是在抛弃国民的基础上，把自己的盟友也坑惨了。德国就是其中之一，就是因为英国不经许可将飞机降落在苏丹机场，就直接激怒了苏丹军队，导致机场被苏丹军队封锁。那德国不得不浪费大半天的时间去交涉才最终将外交官和家属撤离了苏丹。更让德国方面气愤的是，本来好好的撤侨，被英国拖延了撤侨时间不说，最后撤侨费用还要德国方面来支付。将国民安危抛在一边不说，撇下国人自己坐着飞机回国，就是在坑自己国民了。为了自己跑路速度能快一点，又无视苏丹方面的规定，直接将飞机降落在人家的机场上，真是又丢脸又坑人。而西方国家为了跑路呢，干出来的荒唐事还不止于此许多无辜的苏丹人都被西方人的仓皇而逃坑惨了。怎么说呢？有消息指出西方使馆人员撤离跑得太快了，就连苏丹人申请签证的护照都没想着给人还回去，而这也导致原本可以离境躲避战火的苏丹人不得不滞留在苏丹境内，在耳边的枪炮声中不知所措，并且在这一情况也得到了西方方面的证实。荷兰和意大利方面做出回应说，这件事儿确实是这样的，只怪当时我们跑太快，没来得及把护照给还回去。如今我们正在想办法，会尽快将护照还回去。而西方连自己的国人都丢在苏丹不管，又哪里会为了别国人民的护照去孤身犯险呢？所以这个尽快或许真的只是个说辞，想要挽回一点自己的颜面罢了。中国军舰的撤侨在苏丹和国际社会中也是留下了掌声一片，而西方的撤侨，准确说是撤离外交官却只留下了一个坑字，甚至好像也不只是在这次苏丹撤侨，西方的每一次撤侨都只顾自己不顾他人。你看之前美军狼狈逃出阿富汗，也同样是没跟盟友打一声招呼，让滞留在美国的阿富汗人自生自灭。现在也只不过是闹剧重演，并且这样的闹剧还是永远不会结束的。好，今天旅游观察就是这样，下期再见。